直到现在我才发现，看似打酱油的下弦鬼，其实个个大有来头。他们的名字、能力，甚至长相，早就剧透了他们那悲惨又滑稽的下场。今天咱们来聊聊6位下弦鬼的原型。看完你会发现，原来鳄鱼老师对每一个角色都如此用心。咱们先聊聊下弦之舞累，这应该是第一季里让大家印象最深的小 boss 了。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他，都觉得这小孩长得阴森森的，操控丝线的手段既华丽又残忍。我查了查，累这个角色的设计灵感大概率是来自于日本传说中的鬼怪土蜘蛛，也叫山蜘蛛。这玩意儿在传说里性格凶残，喜欢在山里用蛛丝绑人。你看累不就是个蜘蛛鬼吗？但是鳄鱼老师高明在哪儿呢？他不是简单照搬妖怪的凶残，而是把蛛丝这个意象给升华了。在我眼中，累的蛛丝不是用来捕食的网，而是他用来捆绑家人的枷锁。他太渴望羁绊了，以至于只能用最原始粗暴的方式让陌生人喝下自己的血，变得和自己一样，以此来强行组建家庭。累想用丝线连接彼此，但那丝线太锋利了，动不动就割伤别人，这哪是羁绊，分明是绑架。他像一只误入歧途的小蜘蛛，想织出最温暖的家，结果织出来的却是一座冰冷的囚笼。再说说下弦之一魇梦，这位老哥说实话是我觉得下弦里最变态但也最有艺术感的一个。他的原型很明显就是石梦墨，传说中这玩意儿是吃噩梦留好梦的善良妖怪，结果到了魇梦这儿全变味儿了。魇梦的血鬼术是强制催眠与梦境操控，然后毁掉人的精神核心。这能力的设计在我的理解里完全就是他生前恶趣味的延续。这家伙生前就喜欢假扮医生催眠病人，让病人进入深度睡眠，在梦中体验疾病痊愈重获新生的虚假幸福。待病人沉浸在美好梦境中无法自拔时，魇梦突然将其唤醒，冷酷的告知这一切都是假的，你根本没有痊愈，很快就会死去。他特别享受看到病人从希望巅峰坠入绝望深渊的表情，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得满足感，认为能做着美梦死去是一种幸福。无限列车上，魇梦想用美梦困住炭治郎，结果炭治郎没有沉浸在虚假的梦境中，愣是靠我要保护妹妹的信念醒了过来。魇梦最后甚至把自己和列车融为一体，长出那么多眼睛。我当时看到这儿就在想，这大概就是他那变态控制欲的终极形态吧，想成为所有人的梦，结果被炭治郎一刀砍碎了脊椎，彻底梦碎。聊完这2位戏份多的，咱们再来看看剩下4位被无惨当场优化掉的倒霉蛋。说实话，每次看到下弦会议这一段，我都觉得好气又好笑。这帮下弦鬼名字起的就跟闹着玩似的，其实结局早就写在名字里了。先说下弦之6腐叶，这名字一听就不好惹吧。叶在日本传说里是个四不像的怪兽，它拥有猿猴的相貌、狸猫的身躯、老虎的四肢以及蛇的尾巴，没有翅膀却能飞翔，能发出难以辨识的怪声。腐字有锅的意思，所以腐叶合起来就是锅中的怪兽。结果呢，他心里刚对无惨有点不满，就被无惨毒心当场被吃了。他名字的含义正好对应了他的结局。下弦之4灵鱼子，这名字听着挺可爱的，但你知道吗？灵鱼子其实就是山药豆，一味中药，据说还是男性补药。你看这不就剧透了吗？无惨把它吃掉，回收自己的血液，也算是大补了一下吧。下弦之3病叶，这名字就更有意思了。现实中植物得了叶枯病的话，叶子就会像病叶脸上的伤疤一样干枯破损。病叶残败之叶，他想跑，想从无惨手里逃出去，结果一片叶子能逃过大树的根吗？病叶直接被摘掉脑袋，应验了他凋零的命运。最后是下弦之2露露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是以前从井里打水的工具。露露的结局最讽刺，他跪求无惨多给点血，想往上爬，结果无惨不但没给，还把他杀了，转头把血给了魇梦。这不就是露露吗？费劲巴拉把水从井里打上来，结果全倒给别人了，妥妥的顶级工具人，实至名归。其实回过头来看这6位下弦鬼，我觉得鳄鱼老师在设计他们时，不仅仅是在设计反派，更是在设计一面面镜子，泪映照出炭治郎对妹妹的守护有多珍贵。魇梦反衬出即便在美梦中清醒的意志也无比重要，而那4个连名字都像玩笑的倒霉蛋，则赤裸裸地揭示了无惨统治下的残酷。没有价值的鬼只能沦为工具或食物。